糯米团子，你在扒什么呢？拔草啊！夫君说这边杂草下面藏着的珊瑚是东海海底挺漂亮的东西，我没见过，就想拔来看看。夫君，你是天族的人？是啊。你用这个扇子扇吧。 用这个扇子轻轻一挥，这些草就都能被吹飞了。这扇子真漂亮，像是我仙家的东西。破云扇。 请，你们再赶紧检查一下，青丘的那位姑姑马上就要到了，千万不能有强光透出来。是。我是不是闯祸了？闯祸的不止你一个，扇子是我给你的。 娘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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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为何要抛下阿离和夫君呀？小仙君可是认错人了。苏苏，夫君。 师父，不，他不是师父，他不是。放肆！我认错人了，要不会像你如此疾言厉色。毛烦。先有客套的很。娘亲生气了吗？阿离，我们走。娘亲。阿离。 画像很像。洗蜈蚣，莫非他就是天族太子夜华君？把药喝了。你看啊，毕竟是我与天族订婚在前。 你说你思慕我，我很欢喜。但是毕竟我们是有缘无分嘛，凡事要讲个先来后到，对不对？若你能同意跟我在一起，我愿将天族得罪个干净。不如你先出去。你只说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？ 我是个重礼数的人，我既已被天族定下来了，断然不会做一些事情，让青丘与九重天都难堪，对不对？你说你很思慕我，我很感激，但是你我终归是有缘无分，
其他的我便不多说了。若你对我的思念还是泯不了，你便继续把它藏起来。我已经知道你的这份真心了，长长久久也不敢忘记。来，喝药。我自己来。好了，你去忙你的吧，我困了，我困了。芊芊，你可知每每你不愿我在你跟前时，找的理由都是犯困吗？有吗？我不是第一次这样说吗？芊芊，方才你说的都是真心的。这可如何是好？走了一个又来一个。你现在让我这么接近你，我来请求你为我做的一切，都只是因为你和我有婚约吗？若与你有婚约的是另外一个人，你是不是也这样？他这话问得十分奇怪，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？若不是他与我早有婚约，他能在我这里一次又一次的开刀游水，肯定是刚到青丘住着时就被迷谷打出去了，哪还进得了狐狸洞？分得一间上好的厢房。我对你好，当然不只是我们之间有婚约。你看，你在狐狸洞这段时间，每天还要批公文，那么辛苦，还要帮我们烧饭做菜。你对我们做的这些，我很感激你，也都记得。俗话说得好，有来才有往嘛。你既送给我一个桃子，我当然要还给你一个李子。就算没有李子，我也要先拿琵琶先替着嘛。虽然我们有一纸婚约，但若换做其他人，也不会做得像你对我这样好。我从未给其他人做过饭菜，我只给你做过。你的厨艺很好的，你也应该找机会给你的爹娘还有爷爷做做饭，正体现一个孝字。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婚约。我来青丘住，也并不是因为阿丽想你。原来厨艺是你的兴趣啊，这是一个好兴趣，很实用的。芊芊，我爱你。今日这是怎么了？我这万年不开花的铁树，一开就是同日2朵，这一前一后都来说思慕我，这究竟是怎么了？这种事开不得玩笑。我从未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认真了。没有情谊，自然也能做长久夫妻。但我却盼望着能跟你有绵长的情谊。阿爹阿娘说了，夫妻之间相处久了，那些风花雪月的情谊就淡了。慢慢的就相处成亲人了。你看，像我们现在这样，也很像亲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，我们大可以跳过中间那一段，你觉得呢？我也知道啊，像你这个年纪呢，是该爱几场恨几场。所以，趁你对我的孽根种得还不深，还是趁早将它拔了吧。等
你到了我这个年纪，你就知道了，很多东西都看淡了，对这种爱情委实提不起兴趣来。这也是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境界呀。我一直觉得，天君一纸婚书将你我凑成一对，真的是委屈了你。你还这么年轻。不过你也不用太伤心，万一我们真的成亲了，我会安排好，帮你娶几房年轻貌美的侧妃。你说的都是真心话。比真金还要真。所以你特意说这些话，让我难受吗？他如今爱我爱的，仿佛正是兴头上。我怎么办呢？要从长计议才好。我只爱你一个人，再不会爱上其他人。阿丽已经回天宫了，没什么大碍，休养几日便好。我本想也带你一起回去的。灵宝天尊的上清境有一窝天犬，很适合你养伤。不过那只左骑死命拦着我，你自己决定吧。都依你吧。快睡吧。夜华，夜华，你夜华，你干什么？我以为你要投火。我不过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所以。姐姐。你不是在房中批公文吗？怎么突然来这儿了？迷姑去拿饭给你，发现你不在，告诉了我便出来寻你。我们回去吧。从大紫明宫回来，他就从没问过我师父的事，倒是奇怪了。小五，你是不是喝酒了？脸怎么这么红啊？听说你3万岁上开府建衙时，天君赐了洗梧宫的名字。不错。只是你这里如此昏暗，倒像那东海百日宴的水晶宫那般。因为你见不得强光。因为我。芊芊，我带你进去。想不到来你这九重天，竟然要跳进来，不能走正路。
若走正门，定会将大大小小的院子全惊动了，呼呼喝喝的瘆得很也，哪有跳墙来的方便？是这么个道理。啊，对了，今天我们来得早，还没到那个家云小仙来送文书的时辰。你该不会是没有告诉他，不要将文书送到青丘，让他白跑一趟吧？你刚刚说的有道理，还好没从正门进来，惊动那些小仙，不然会很麻烦。话说回来，昨天我们回来的晚，积了多日的文书，你阅得怎么样了？总瞧着这太子比东华那等板正的神仙还要严肃沉稳，今日却能流露出这么一番少年人才有的神色来，着实不易。我有件事与你商量。浅浅忽然如此认真，不知是为何事？不是什么正经的事。我将在这九重天上休养2、3日。既然来的时候是悄悄来的，没有打出上神的名号，也不能让你大张旗鼓的为我辟出一处寝殿来，不如就在团子的庆云殿凑合2日罢了。你想住阿离的庆云殿？不方便吗？我早已为你辟出了一处寝殿。啊，对了，我师父的事，外人不会知晓的。你这院子里也有桃花，是蟠桃园搬过来的吗？这是300年前我种的，到了今年才开这第一束花。300年才开第一束，你也真是有耐心。一览芳华，真是个好名字，跟你这洗蜈蚣倒是很配。为何自从迈入这院子，就感觉不太对，不太舒服？上神，喝茶。嗯。娘娘，娘娘，果然是你！奶奶等了你300年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太子殿下，这结魄灯果然是圣物，做的娘娘一丝都没差的。这位仙子，你应该是认错人了。老身是青丘的白浅，并不是你口中的娘娘。奶奶，这位是青丘的白浅上神，他会在院中暂住几日，便由你来服侍了。起来吧。上神待会儿会去灵宝天尊的天泉洗浴，你先去做好准备。是。你先去休息一下。
我去把阿离抱过来。好。什么？白浅上神来了九重天？是啊，娘娘，刚才进了南天门，如今已经入了一览芳华了。你说什么？一览芳华？那个地方，君上不是从不让人靠近的吗？是啊，娘娘。奴婢也觉得很奇怪。按理说，这君上300年来一直都护着那个凡人住的地方，如今怎么突然就准许别的女人来住？心诺，我觉得这个白浅比我想象中的要难应对。娘娘为何这么说？君上为他屡屡打破禁忌，就像失了细魄一样。我之前还安慰自己，说没关系，起码君上心底最爱的是一个死人。可是现在，心奴，你会帮我的，对不对？无论何时，你都会帮我赢回夜华的心，对不对？娘娘放心，奴婢一辈子都是娘娘的左右手，一定会帮娘娘。娘娘，你先不要怕，他才刚来九重天，还不熟悉这儿。毕竟我们已经住在天宫里几万年了。对，我不能慌。我是这西梧宫明媒正娶的侧妃，我不该慌。我该静观其变，再看看怎么击退他。你们太子殿下一直这么喜欢桃花吗？我家娘娘很喜欢桃花。她走后，太子殿下就栽了满院子桃树。你说的是阿离的娘亲？上神也听人说起过。我初次见到阿离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告诉我了。我家娘娘她生下小殿下后就离开了。小殿下从小就是奴婢带大的。娘亲，你来啦！奶奶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奴婢手滑，请上神恕罪。如今团子的亲娘已香消玉损，再享不了灵儿绕膝之乐，却让我这个做后娘的白白捡了个便宜，必是看着这小仙娥心中不忍了。好一个忠肝义胆的小仙娥！娘亲抱抱。娘亲呢，身子不大好，让你夫君抱吧。阿离知道了，娘亲又有了小宝宝，对不对？那书上就这么写的，说有一位夫人怀了小宝宝，他们一家人就都不许她再抱别人家的小孩来道。她动了，对，胎气。你这个算苗高的小娃娃，怎么连胎气都知道啊？阿离，是谁给你看这书的？是程昱借给我的。又是程昱。这程昱真是个妙人。就算是上神有了身孕，小殿下，你脸红个什么劲儿啊？本天孙高兴了，娘亲有了小宝宝，本天孙就再不是天上最小的一个啦。倩倩，不如大婚后立刻生一个。这小宝宝如果由你来生的话，我倒是很乐意出那一份力。
既然阿离也来了，不如我们一起去上清境吧。嗯。走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夜华，若是用你正妃的名义来这泡，能有几个仙娥引路？10个，怎么了？我觉得我的接品不升反降，这可不是笔好买卖。若是我们继任了天君天后，便有24个仙娥为你引路，再添上4个心灵手巧的，给你搓背。这听起来还不错。参见太子殿下。此处竟有酒喝。这些酒是果酒，如果阿离要喝，你可以喂他喝一点，但万不能让他喝多了。时令的蔬果们也都可以给他吃一点，但每样只能吃半个。你这既当爹又当娘的，真是不容易。这么多年，习惯了。你这幅扇子上面的桃花画得挺好，但缺了应景的诗词。不如你先泡着，我去给你贴好词，你来书房找我。好。娘亲，夫君怎么走了？不同我们一起泡吗？天将降大任于你父君，你父君去接大任了。为凡人时你就喜欢桃花，没想到身为上身的你，依旧不甘示好。贤妻，我自欺欺人也罢，你擅长掩饰也罢，虽然我和你之间的情分比你当年和莫渊浅了许多，但你是我夜华此生唯一爱过的女人。我愿等你，等你忘记莫渊，真心爱上我。送到这里，剩下的路我就认得了。哎，接下来的路我真的认得了。我送你到这里面，不是真的为你带路，我是想问你，你为什么让那个公主回东海？不是你也希望她回东海吗？只是因为如此吗？你这样问我，我倒不知该怎么答你了。果然如此。果然什么？我没有忘了之前对你的承诺，我会记得帮你纳几房侧妃的。只是，既然你不喜欢这公主，那便让她回东海就是了。说起来，这公主心机确实沉了些。今日能对你下情药，改日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。这后宫还是清静点的好，你说呢？我原本就不该问你这话，方才将你叫入屋内，是为了让你促一促，却未想到你由始至终只是在看热闹。我在你的心中竟没有丝毫的分量。白浅，你的心中是不是只装得下那一个人？
我在你的心中已经没有丝毫的分量。白浅，你的心中是不是只装得下那一个人？你要等他等到何时？明明之前困意汹涌，如今躺在这软乎乎的云被里头，倒睡不着。我在你的心中已经没有丝毫的分量。白浅，你的心中是不是只装得下那一个人？先生请。阿丽不是你带大的，所以你就一直将她当成继子看待。如果她是你亲生的，你还说得出这种话？叶华。如果爱太光亮，我陪你梦一场，赎回你所有泪光。这疤痕就是你为九墨月留下的吗？白浅，你的心里面还有半点我的位置。你等了他7万年，现在他回来了，你的心中当然没有别人的位子。是我妄想了。你说的这个人，可是我师父。我师父回不回来，与你有何干系？而且师父的事情，仅有我、四哥还有折颜知道。你是怎么会知道的？是折颜告诉我的。我还知道，你为了让他早日醒来，需要解破灯。告诉我，你拿了解破灯之后，还准备要做什么？去营州，拿神之草。然后将自己的修为炼成丹药，给蝶用服下。不出3个月，我师父便能醒过来了。你疯了！你以为凭你自己的力量，就能轻易取得神之草吗？无论如何，我也要取到那神之草。我知道。看守神之草的4头凶兽异常凶狠，当年就算是我阿爹去，也弄得伤痕累累。即便如此，你还是要去吗？我当然要去啊！为了他，你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吗？夜华，你此番来得正好，我刚好有事要与你说。我们那纸婚约
不如就此废了吧。你说什么？我早就听说天君会传位给你，我也知道继任天帝天后要一同承受81道荒火、9道天雷的大业。我本应与你一起受的，但是我要将修为渡给师父，所以可能无法与你一同承受这业火了。其实当初你我本没有什么干系的，只是因为那桑吉做错了事情，让我们青丘颜面尽失。天君怕两边下不来台阶，所以才定了你我这桩亲。如今便由我青丘去退婚，所有前尘往事也不必分得那么清楚了。我明白了。今夜你来我房中一趟吧。解破灯不在天国，在我手上。原来真的只是我在妄想。可是我欠了你多少，你又欠了我多少？怕是早已乱成一团，理不清。启禀天君，今日晨起，乘着太子殿下先生的那副玄境冰棺四周突然仙泽大盛，谁都近不得身。我看事有蹊跷，就赶来禀告一声。夜华的元神都魂飞魄散了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仙泽护着？或许夜华根本就没有死。夜华他又回来了。你们小辈都退下，此事不可外传。是。能否请上仙去请墨渊上神，亲自到无望海看看？我这就回昆仑虚请师傅。夜华，若不是这玄境冰棺和无望海，怕是师姐还要再等你几年。
墨月上神，快去找石七吧，他已经等了你3年。他给你做的衣冠冢，就在十里桃里。多谢，大哥。你果然在此，你特意来寻我的？是啊，难得碰上一个戏友。只是这戏，怎么还是如此凄凄苦苦的？人生不如意10之8九，这戏里唱的已经算是好的。可是每每看到这戏，我就会想起我那天纵奇才却英年早逝的表哥。你还有表哥？对呀。我表哥可好看了，天上地下的女人只要见了他，就移不开也迈不开腿，一门心思的想要嫁给他。只可惜命薄了些，年纪轻轻便战死沙场，徒留一双悲得半死的老父母和一个整日啼哭的小儿。唉，可怜。最怕的就是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。你的表哥可怜，他的父母更可怜。留下的那个孩儿，最可怜。3年前，合族的人都以为我那表哥只剩下一副遗体，元神早就灰飞烟灭了。他们做了副玄晶冰棺，将他沉在那海里。当初我还去瞧过的，完全没有什么异样。可谁曾想，昨日那沉了几10万年的海突然闹了起来。他们说，将海水搅得腾起来的，是缭绕在冰棺四周的仙泽。哎。你说奇不奇怪？我那表哥元神都灰飞烟灭了，怎么还会有那么强大的仙泽护着？总之，我爹娘说了，说不定啊，我那表哥他根本就没有死。你怎么了？你接着说。如果他没死，那可怜的小阿离就不用整日哭哭啼啼了。你说的那海，可是无望海。你的表哥，可是天族太子夜华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可有泄露了什么天机吗？哎，
你可别到处瞎说啊！如果我爹娘知道，我可就没有银子听戏了。哎！我好不容易偷了破云扇，要抵你送我那珠子的。哎，那不是白显上神吗？是啊，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呢。君上呢？君上呢？君上，不是早就葬入望海了吗？师父，夜华呢？我就猜到你会来这里。夜华呢？别怕，为师就是来跟你说这桩事的。父神当年用1半的神力做成金莲仙台，后来这神力便一直随着他，藏在他的元神里。3年前，夜华砍了瀛州的4头凶兽，得了父神的另1半神力。想必夜华是以父神的全部神力抵了东皇钟的灭天之力，元神被这2分力冲得损伤了些，便自发陷入了一轮沉睡。他这一轮沉睡，本应睡上个几10年，可玄镜冰棺是个好器物，无望海虽是沉天族遗体的，却也是个休养圣地，才叫夜华这3年便能醒来。曾冰月霜，也曾因你回望。月无岁月单长，怎能浪费时光去换成长？姐姐，过了几人与天观高，一朵一风心上，足够苍生30个迎春霜。迎春霜，在水一方。在水般渐渐岁月铺满了人胸，偏偏芳菲如水流。这一步今天能了这条的心，还有几痕前尘。别哭了，你看，我不是好好的站在这里吗？我是
能再相认，就让情分纠缠。是雨和山分散，结束下一场风尘。我已流水无踪的泪痕，忍痛白发的唇。无声远千尘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带他来拜见他的救命恩人。快去，叩谢这位紫兰上仙的救命之恩。多谢上仙昔日救命之恩。哎，快起来！他不该是个男孩吗？我那时候一直听玄女叫他儿子，我以为……不，她是个女孩子。可能因为玄女太想要个儿子，去继承二哥的义军之位，所以才这么叫他的吧。玄女这一生一直都在自欺欺人。你这几年都在昆仑虚吗？是，一直在，没离开过。我听说你师父回来过，他可曾责怪过你，为我异族炼丹呢？不曾。那你的师兄弟们有因为我的事为难过你吗？从未有过。如此我就放心了。告辞。等等。此处毕竟是我昆仑虚，日后你不要再来了，也莫要再来寻我。好。告辞。
师傅回来了。嗯。方才紫兰匆匆回来，说太子殿下要醒了。已经醒了。太好了，十七终于可以嫁出去了。好好下吧，你爹跟我吩咐过了，你必须跟我下够了7局，才能够让你去找他。我怎么可能赢得过卓颜上神？没关系，我让你就好了。嗯。你这个父君啊，是太过重色了。不下了，不下了，不下了。不如这样，我跟你讲讲你娘小时候的故事。或者是你爹和你娘的爱恨情仇，好不好？我爹娘哪里有爱恨情仇，只有浓情蜜意。好，这4海8荒就属你爹跟你娘感情最好了。那我们就讲你娘小时候的事情。嗯。晨晨，我们从哪里开始说好呢？那就从他娘随着我浪迹4海，为祸8方的2万岁讲起吧。够讲到团子的亲弟弟降世了。你娘小时候啊，特别调皮，天天出去惹事，还经常拿别人的东西，拿完别人的东西，还经常忘记还。你娘她呀，夜华，这3年，我时常在梦中见到你。渐渐的就分不出梦境和现实了。梦里，你常和我说话，还会陪我下棋。我和4哥说，如此便是最好的。只要我睡着，就能见到你。所以啊，这3年来，我常常嗜睡，从早晨睡到傍晚。摸到水喝一口，再睡到翌日下午。现在不是梦。夜华，告诉我。这不是在做梦，对吗？不是。芊芊，上一世，你我初遇在东皇郡祭神，起初你当我是一条小黑蛇，饲养我，还喂我吃生肉。后来我以报恩的名义接近你，你却让我以身相许。之后我们就糊里糊涂的拜了天地，结成了夫妻。那段日子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幸福。但不久之后，你被迫上了天宫。最终跳下了诛仙台。倘若没有阿离，我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活了。所幸300年之后，我再次遇见你。
我记得在水晶宫中，我看着你教训我二叔的夫人，右手握着扇子，左手做着你那习惯的动作，还有你训人的口吻，手上红莲焰火的痕迹，都使我确信，不管你是素素还是芊芊，你就是你。你看，我记得如此清楚，梦里的我能做到吗？所以，这不是梦。不是梦，这都是我们一起经历过的。你怎么记得如此清楚？我还记得我在水晶宫跟你说的第一句话。我记不清楚了。有话不是，姑娘竟是请求的拜见上神。